见叶晨说得如此自然且自信，三井良孝便意识到，叶晨可能还真不是要通过塔瓦纳在华夏的演唱会赚钱。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，既然叶先生有办法遏制哄抬票价，那我就没有任何意见了。说着，他又觉得既然要卖叶晨这个人情，不如就一步卖到位，于是便开口道，叶先生说8场演唱会，那我们就再追加2场，干脆开到10场。这10场演唱会的城市选择、场馆选择也全由叶先生做主。至于塔瓦纳以及团队的演出酬劳，就采取票房分成的模式吧。根据环球的惯例，会要求票房的70%甚至更高。不过既然跟叶先生合作，那只要50%就好。叶晨摆摆手，不用，就按正常的70%来吧。到时候如果我这边还有利润，我会把所有利润都捐出去，自己一分不留。三井良孝表情一怔，心里更是疑惑，这叶晨是存心跟钱过不去吗？塔瓦纳10场演唱会，只要在门票上搞些小动作，就有几亿美金打底的利润，能买7、8架最豪华的湾流 G700 公务机。可他非但不赚这份钱，甚至还要把整个演出的利润全捐出去，自己起步就是白折腾。三井良孝哪里知道，以叶晨的身价，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？更何况他一向厌恶暗箱操作，这次不仅是要给国内的粉丝谋点福利，让塔瓦纳的经济效应为华夏 GDP 做出贡献，更重要的是他要给国内演出市场打个样。一个个喊着杜绝黄牛，却做着比黄牛还要黑心的超级黄牛业务。一旦塔瓦纳的演唱会能做到彻底杜绝黄牛，以后任何演出如果还有黄牛暗箱操作，那就明摆着是有猫腻的。此时叶晨见核心条件都已经谈妥，也不愿继续与几人交流，于是便开口对三井良孝说道，三井先生，我老婆还在等我，这里就交给你们来处理了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记住我刚才的要求，不要出现任何失误。说罢，他没有理会塔瓦纳，也没有理会三井良孝，而是对费可欣说道，费小姐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费可欣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恭敬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开口道，叶先生您先请。叶晨也没跟他客气，迈步便向着派对现场走了回去。费可欣眼里只有叶晨，自然也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叶晨身边，走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给其他人打个招呼。眼见叶晨走了，三井良孝不知为何忽然松了口气，他有点不明白，自己也算是纵横江湖多年，而且又是在三井这样的顶尖大家族接受了多年的精英培养，可没想到在面对一个华夏年轻人的时候，竟然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。一直到叶晨转身离开，他的精神才算是松弛下来。塔瓦纳与他一样，在叶晨面前也有着强烈的压迫感。现在叶晨走了，他才终于有机会好好感受一下劫后余生的庆幸，于是他便不由自主地大哭出声。毕竟是一个闻名全球的天之娇女，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事情，也没有与死神如此接近。在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，他也需要情感上的释放。一旁的崔佛已经顾不得之前两人斗嘴的矛盾，伸手将塔瓦纳揽在自己怀中，轻声安慰道，没事了宝贝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，这甚至值得好好庆祝一番。塔瓦纳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劫后余生之后会让人有一种感觉，似乎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，活着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可眼泪哪是这么轻易就能控制住的，所以他便顺势伏在崔佛怀中泣不成声。三井新美与塔瓦纳算是有些私交，见他哭成泪人，便上前宽慰道，塔瓦纳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好好平复一下心情，准备接下来的演出，情绪上过大的波动对你的演出一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你今晚要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所以在台上也不能让别人看出什么端倪才对。三井新美并没有像崔佛那样出言安慰，而是直接点出核心让他面对。
而这个办法也确实有效。塔瓦纳立刻意识到，如果情绪一直这么不稳定，不停地哭泣，一定会对自己的嗓音带来很大的影响，甚至会无形中消耗大量的体力。那样的话，一定会让今晚的演出效果大打折扣。于是，他立刻伸手擦去了自己的眼泪，连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在心中告诫自己，今晚自己必须要为现场的粉丝呈现一场完美的演出，不能让粉丝失望，更不能让那个姓叶的家伙失望。三井良孝见塔瓦纳指出了自己的情绪，便开口对众人说道：“斯维特小姐，外面天寒地冻，不如我们还是一步回到派对现场。这些杀手，我会让我的人带到我们三井家族内部的医院里暂时安顿下来。咱们大家就当今天下午的事情没发生过。不知你和肯尼迪先生有没有意见？”塔瓦纳立刻下意识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意见，一切都按照叶先生的安排来吧。”塔瓦纳此时已经对叶晨心服口服，脖梗针孔的伤口到现在依旧剧痛难忍，但他心中却无比庆幸，如果不是叶晨，自己可能现在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。所以对叶晨，他已经没有半分忤逆的想法。再回想自己之前对叶晨确实不够尊重，他心里更是惭愧不已。三井新美对叶晨也充满好奇，他一来不理解叶晨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实力，面对这么多有备而来的杀手，他不仅能够制服对方，还能保住塔瓦纳和崔佛的命。而他更想不通，费可欣为什么对他一直毕恭毕敬。这个男人处处透着神秘和一种冰山的既视感，让人忍不住想探究一下，这座冰山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究竟有多庞大。此时，叶晨与费可欣一同回到现场。萧初然见两人回来，赶紧上前关切地询问叶晨：“老公，你都跟那个三井先生说什么了？”叶晨随口笑道：“就是告诉他，这个巨蛋的风水不太好，需要稍加破解才能顺顺利利。”萧初然好奇地问：“那他信你说的吗？”“当然信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我还帮他免费破解了一下，他很感激。”萧初然放下心来，同时新的担忧又涌上心头。“老公，你说今晚的演唱会还能如期举行吗？我看那些 seer 好像很强硬的样子，会不会就不放塔瓦纳回来了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放心吧，老公，我刚帮三井先生把风水的困顿破解掉，那些 seer 的探员就把塔瓦纳给送回来了，说是美国那边临时放弃了对他的调查，这样他的演出也就不会受影响了。”“真的？”萧初然惊得目瞪口呆，道：“我看那些人来势汹汹的，还以为搞不好塔瓦纳今晚的演出要黄了，这么快就有转机了。”“对。”叶晨笑道，“他人已经回来了，可能正在外面跟三井家的人聊天。你放心，今晚的演出肯定会如期进行。”